我叫庄柔，意外穿成书里的炮灰侧妃，身在一夫一妻制度熏陶下长大的有志青年，竟然变成了妾。书可忍，神不可忍。卓喜福，原主怯弱，大婚后不过3月，便被李玄义的正妻崔令荣害死。崔令荣以为他和李玄义永远伉俪情深，殊不知他很快被废。玄一，我是你的发妻啊，玄一。当初你许诺我一生一世一双人的。你谋害本王子嗣，从今日起流放宁古塔，永生永世不得回京。玄一，玄一，玄一！崔令荣，你可知明日成为太子的李玄义会娶其他高门女为太子妃？愚蠢！在这个深宫最不该留的就是情，对帝王最不该有的就是爱。爱情会背叛你，但是权力不会。既然我为炮灰侧妃的事实已定，那么此生无论运用何种手段，我都要改写庄柔惨死的命运，当上手握至高权柄的皇太后。本王今夜不会留宿。是吗？一会儿你可别自己打脸。本王与令荣沆瀣情深，迎你入府是陛下旨意，实属无奈之举。但是本王已经有了令荣，便绝不去碰任何人。请王爷放心，臣妾会安分守己。已经不早了，臣妾恭送王爷。你赶本王走！新婚夜丈夫不留宿，对女子而言是奇耻大辱，她怎么可能不在意？本王什么女人没见过？别以为你这欲擒故纵的把戏能留住本王。妾身不敢，愿得一心人，白首不相离。王爷和王妃有这样美好的感情，妾怎能狠得下心去破坏？你如此恪守本分甚好，令荣人美心善，日后定会将你当做亲妹妹一样对待。你有什么需要的，可直接告于他。除了宠爱，本王吃穿用度绝不会亏待你。是，臣妾先谢过王爷和王妃了。书中原主洞房夜，李玄义根本就没留下。这一世，既是我新版庄柔，就不会让你再离开这城府地。侧妃，您这是？妾身素闻王爷王妃感情深厚，王爷恐今日不留宿城福殿，妾身倒没什么，但是父亲的面子上恐过不去。届时父亲震怒，影响了王爷夺储，对整个晋王府都是噩耗。侧妃放心，奴才定不辱使命，难为侧妃处处为王爷、为晋王府费心。3、2、1。王爷不可离开呀！如今您与梁王正在争夺太子之位，庄家父子的支持十分关键。大婚当日，您舍庄家最宠爱的嫡女离席，这不是打庄首府的脸吗？还望王爷三思啊！可是本王已经答应了令荣，今日绝不留宿城福殿。王爷三思啊！崔令荣，你说今晚是你赢还是我赢呢？夫人，该就寝了。王爷还没到，就什么寝？玄玉答应我的，今晚不会留宿城福殿。可是已经3更了。我相信玄义会信守诺言，即便因为宫中的压力必须娶其他女人，他心中也只有我一个妻子。
王爷，王爷，王妃是奴才。王爷呢？王爷让奴才禀报，今日他不过来朝阳殿了，让王妃早点休息。庄柔，你个贱人，敢跟我抢人，我要你的命！本王想了想，新婚当日夫君不留宿，亲娘恐名声受损。为了庄侧妃今后在府中安稳，今晚本王会留宿此处，保全你的颜面。真好听，说是为了我着想，实则舍不得庄家的支持罢了。真的很符合上位者明明自私利己，还一派恩赐的真实嘴脸。臣妾谢王爷隆恩。好了，不用行礼，你是本王的侧妃，又不是本王的奴才，你都跪了一晚上了。殿下，不过有几分姿色罢了。我堂堂皇子，又岂会被美色迷惑？本王今日留宿，只是为了保全你与庄家颜面。但你若是生出不该有的心思，就休怪本王对你不客气。臣妾明白，绝不逾矩。臣妾先服侍殿下沐浴更衣。他是不是太不把自己当回事了？李玄义内侧，我提前将褥子换成了凤凰丝，白天上没有差别，到了晚上一降温就会凉彻肌肤，届时他一定会贴向温暖的我。李玄玉，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侧妃，您怎么睡在了榻上？小心着凉。王爷一直往我出气，我实在难以避开。若是他忽然醒来，定要怪我勾引他，我只好连夜睡在榻上。侧妃受苦，明明就是王爷贴着您，侧妃如此美丽，王爷怎会不心动？这一招叫以退为进。我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让他李玄义主动与我圆房，在皇家母凭子贵，靠男人不如靠肚子。什么？竟是我贴着他？本王竟真的被美色所惑。奴婢奉皇后娘娘之命前来取喜帕。侧妃糟了，没圆房，哪里来的喜帕？王爷还未更衣，门外候着。是。王爷，宫里赐婚臣妾，就是要臣妾为皇家繁衍子嗣。若是知道你我二人未圆房，臣妾受罚事小。王爷被皇后娘娘训斥事大。孤亦知晓，母后因孤迟迟未有子嗣，已经敲打数次。可孤不想背弃对令荣的诺言。既是如此，臣妾绝不会让王爷受罚。王爷得罪了。这点血是王爷对王妃的忠贞，也是王爷对臣妾的照拂。你清楚就好。哼，老娘替你圆谎擦屁股，你还高高在上，我呸！谢王爷体恤。呀，怎么还在出血？小伤而已，本王没事。开门。是。给殿下和庄侧妃贺喜，奴婢奉皇后之命来取喜帕。皇后娘娘会很高兴的，小的就先告退了。早膳本王就不陪你，该去宫里当值了。恭送王爷。走吧，去给王妃敬茶。去晚了又要说我们不懂规矩。还不知王妃会怎样为难您？为难我不害怕，怕的是她不为难。书中崔令荣烫伤原主手指引发溃烂，原主怕伤口难看吓到李玄义，
愣是闭关养病了半个月，差点让李玄义把他人都给忘了。这一世，看我怎么借力打力。湘云，给我去东厨端碗鸡血，小心着，别被人发现。是。侧妃庄氏见过王妃，给王妃敬茶。赐茶。是。这水壶里可是滚烫的开水，一会儿别怪咱家手抖，烫你这小贱货的骚蹄子。若是碎了茶盏，再判你个殿前失仪。小贱蹄子还挺能忍，看咱家不烫死你！可以收了，不然真落怕可就得不偿失。放肆！竟敢在王妃面前失仪，该当何罪？侧妃，血！王妃恕罪，妾身正逢月事，体力不支，还望王妃宽恕。哼，你去瞅瞅。王妃，明显的腥臭，是真的。等于说，你昨夜并未跟玄义圆房。回禀王妃，王爷昨夜留宿，只是给我庄家薄面，另外也是怕王妃留下善毒恶名。妾身父亲一向护短，若知我刚入府就受怠慢，恐再迁怒到王爷。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何必生出这些嫌隙？书中原主妾辱，殊不知人善被人欺。这一世，我偏让他好好掂量掂量，我母家庄家可不好惹。玄义在争储君之位，我崔家根基不比庄家，如今断不能得罪庄家。若耽误了争储大事，可就满盘皆输。光顾着吃醋生气，竟忘了这一层。妹妹快请起，白芷是我的陪房，跟我久了，难免有些跋扈，妹妹别跟她一般见识。怎么会？王妃如此体恤妹妹，妹妹定好好守护王爷王妃的感情。谁人不知王爷对王妃的情谊？又有谁能比得过王妃呢？还算是知道自己几斤几两。再过半年，我身体调养完毕，便可为玄虚繁衍子嗣。不过是王爷重情重义，给我这发妻几分薄面。妹妹今日特带了江燕楼的点心，请姐姐笑纳，一并食用吧。庄侧妃见过令荣了，如何？一派和睦。庄侧妃还算听话，听见了本王的交代。除了什么？除了王妃的贱婢白芷使坏，烫伤了庄侧妃的手。什么？庄侧妃现在在哪儿？庄侧妃说王爷最近公事操劳，要亲自下厨给王爷做些点心。奴才劝了，但没劝住。胡闹！手受伤了，为何还来后厨？做这些样子给谁看？臣妾还不是想着王爷公务操劳，故想做些可口的点心为王爷补给。这么大的事，为何庄侧妃不禀报？贱婢使坏，跟王妃无关。妾身怕王爷怪罪王妃，才不言的。若王爷要真想为臣妾撑腰，只惩罚白芷即可，可千万不要为难王妃。难得你如此明事理。来人，把白芷拖出去，杖责30大板。是。先收拾了老虎爪牙，至少能杀杀威风。王爷都来半天了，快尝尝臣妾的手艺，尝尝嘛。如何？香甜绵密，甚是美味。这是何物？这可是我在蛋糕店打工时学到的提拉米苏秘方。要俘获男人的心，先征服男人的胃。这是提拉米苏，柔儿从古籍上找来的蛋糕配方，
之前在家用牛奶、鸡蛋和面粉，花了半年多时间才复刻出来。柔儿做点心的天赋，比宫中御厨更好。王爷叫臣妾柔儿，不喜欢？喜欢，喜欢的紧。敢让庄侧妃的手上落了疤，给我扒了你的皮！是。庄侧妃忍忍，鄙人要把烫伤的脓包挑破才能上药。靠着本王的肩头吧。王爷恕罪，刚臣妾痛处难耐，一时没忍住伤了王爷。入府不过3日，你便咬了本王2次，若还有一次，本王可要咬回去了。鱼儿上钩了。王爷，天色已经不早，您该去王妃那儿了。方才是柔儿思虑不周，光顾着和王爷分享好吃的，竟留了王爷到此刻。想我堂堂亲王，多少世家女子想要入府侍奉，只有我不愿意看不上的份儿。没想到被母后硬塞进来的这小小弱女子，却天天的赶我走。本王就这么没有魅力吗？恭送王爷。小姐，王爷刚刚明明不想走，您为何不顺水推舟留住他呢？这种事一缓而不宜急。男人若是猎人，女人就是猎物，他们最享受的就是狩猎的过程，越是得不到的，越心痒痒。若是让他早早得到，他便会早早的厌弃。后宫漫漫，既要爬得高，也得坐得稳。再说，我想要的也从来不是这个男人的深爱，我要的只是他背后的权力。庄侧妃的手怎么回事？都是本宫管教不严，家奴惹事，王爷恕罪。都是本王的妃子，你和柔儿和睦相处，陛下和皇后才能放心，本王才能安心做事。柔儿，短短2日就已经柔儿了吗？本宫谨遵教诲。王府有母后的眼睛，本王不可能一直冷着柔儿。殿下是想告诉臣妾什么？要和他圆房了吗？是不是庄柔搬出皇后来威胁您了？与他无关。怎会与他无关？他没有入府之前，殿下从未有过这个心思。我们成亲堪堪2年而已，殿下就对别的女人动心了吗？你没发现你现在很像泼妇吗？本王还有公务批阅，王妃先就寝了。来人！奴婢在，给我查庄柔。本宫还就不信，让我揪不出一点错处。本宫要他死，要他死！是，奴婢遵命。奴婢打听到，庄柔和纳兰公子青梅竹马，本就要定亲了，却被一纸诏书赐给了王爷。听说纳兰公子得知消息，当即就吐血病下。我还当他是真的为我和玄玉的爱情感动而主动退让，原是内心有野男人。得想办法叫殿下亲眼看到他和狗男人私会，发配了他才成。你忠心为本宫筹谋，本宫绝对不会亏待了你。谢王妃，奴婢万死不辞。没想到王妃竟然舍得将听风阁的戏票赏给小姐。她把我打发离府，便有更多的时间跟王爷在一处，不稀奇。好巧，阿兄也来听戏。小厮忽说今日有好戏，祝家坡，便来凑个热闹。娘娘可赏我一座？崔令荣啊，崔令荣，如果我没有猜错，你和玄玉也马上要到了吧？谢谢你点的这波醋意，让王爷更想征服。阿兄可别这样称呼我，我可不是什么娘娘，
在王府不过是个摆设罢了。谁人不知王爷王妃感情好？从前本王说带你出去踏青，你都不愿出府，今日怎么有闲情逸致？臣妾见王爷最近公事繁恼，想陪王爷出来散散心。难为你有这心。王爷，那不是庄侧妃吗？王爷，您怎么来了？滚开！王爷，你还知道本王是谁？王爷，您弄疼柔儿了。本王的妾室，不劳纳兰公子多管闲事。庄侧妃，就算你和纳兰公子青梅竹马，你也要搞清楚如今自己的身份。如今你已然是王爷侧妃，怎能私会外男呢？王妃慎言，妾身清清白白。即便你是王妃之尊，怎敢如此堂而皇之的诋毁污蔑于我，毁我庄家名声？你与外男私会，本宫与王爷所抓现行，就算你再如何狡辩也没有用。本宫一直奇怪，王爷天人之姿，你却避之不及。原来你心里念念不忘野男人，如今更是府外苟且。你把王爷的颜面、王府的威严放在何处？臣妾没有，王妃休要胡说。被抓了现行，还想反咬本宫？庄氏，你可真是不知廉耻！够了，回府。我是谁？说，我是谁？王爷，求您不要这样。回答本王，我是你什么人？您是当朝皇子，是柔儿名义上的夫君。那你心里呢？你心里的丈夫是谁？我说你怎么次次赶我走，不愿与我圆床，原来心里早就住了别人，是那个纳兰德，是不是？是与不是？不是这样的，王爷，你听臣妾解释。今天我亲眼所见，你还有什么解释的？王爷，是王妃误会臣妾，我和纳兰公子清清白白，柔儿愿以死证清白。放肆！本王还不能问你了，竟敢自强！从前本王就是对你太纵容，本王现在就要了你！那贱蹄子是不是正被王爷杖责，马上要被驱逐出府了？王妃，王爷在对庄侧妃用强，要与她圆房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王妃，要是真让她圆了房，那个贱蹄子的孩子生在了您前头，您的地位可就不保啊！王爷您息怒啊！说此事同意了他，不但会坐实和纳兰德的过错，今日之后也不会被他高看一眼。息怒？你做下如此混账之事，要本王如何息怒？王爷，戏票是王妃给臣妾的，若我真的要行苟且之事，为何不避开王妃自己寻戏票呢？说不定你胆大包天，以为没人会查你。王爷，臣妾哪里会有那么大的胆子啊，王爷！既然已经嫁给姑，姑便绝不允许你心里还有其他野男人。王妃，您三思啊！王妃，您不能闯寝啊！王妃，王爷在里面。不闯寝，那贱蹄子孩子都生在我前面了。王爷，王爷，您弄疼我了。贱人，不要啊，王妃！
崔氏，是从前太惯容你，你竟敢闯宫！王爷恕罪，只因戏票一事全因臣妾赠票而起，臣妾刚查明真相，故第一时间前来禀告王爷。孤倒要听听，你查出了什么真相？来人，将罪奴白芷拿下！白芷，本宫断不能让庄柔的孩子生在本宫前头，你可愿助本宫？奴婢是王妃的陪嫁丫头，为王妃万死不辞。罪奴白芷，还不将你的罪过禀报王爷！王爷，都是奴婢的错。奴婢见您近日与庄侧妃交好，替王妃不平，故假借王妃口吻给庄侧妃送戏票，又假借纳兰德好友口吻邀请纳兰德到听风阁，这才有了捉奸这件事。王爷恕罪，王妃恕罪啊！大胆罪奴，竟敢设计编排庄侧妃！今夜姑若不重罚你，南冥府记！王爷，一切都是奴婢的错，求王爷看在奴婢一心为王妃着想的份上，饶了奴婢这一次吧。王爷，崔氏，你此刻还要为你的陪房丫鬟求情？臣妾深知王爷素来厌恶后院争宠，贱婢这么做，既陷侧妃于不仁，又陷臣妾于不义，求王爷严正处罚，以儆效尤。崔令荣啊，崔令荣，我还真是小瞧你了。你为了阻挠李玄烨与我圆房，竟然不惜牺牲你如此忠猛，今后我还断不能小看了你。蓉儿，你有如此见识，本王甚是欣慰。后院安，才能厅前安。你和庄侧妃和睦相处，才是本王最希望看到的。将白芷杖责50，赶出王府。王爷恕罪，王妃恕罪啊！臣妾恭送王爷王妃。令荣，你先回朝阳殿，本王同庄侧妃说几句话。是。柔儿，本王刚误会你了。你生本王的气吗？妾怎么敢生王爷的气？你之前为什么一直推开姑？姑看到你与外男共处一室，还以为你真的心有旁人，才对姑无感。王爷，妾进府那日，王爷便交代您和王妃情谊深厚，让妾不要对您生出不该有的心思。妾哪里还敢对您有非分之想？那你可曾对本王有过想法？王爷风姿卓越，怎可能有妙龄少女不倾心？只不过妾只敢在心里偷偷的想，不敢坏了王爷王妃情谊。姑就说，姑英气逼人，怎会有女子不动心？你如此听话，姑甚欣慰。姑曾许诺令荣一生一世一双人，但如今姑迫于宫中压力，必须纳妾。但是姑断不能让妾的孩子生在王妃前面。妾明白。你今日受委屈了，本王今夜留宿承福殿，陪你安眠。可王妃那边会不会生气？令荣心胸宽广，他能懂本王的心思。王妃，王爷那边传信说，侧妃今日受了惊吓，她今夜留在承福殿，让您不用等。本宫知道了。娘娘不必担心，既然误会解开，那王爷便不会有圆房的心思，只是念在庄侧妃受了委屈，才施恩留宿。本宫当然知道王爷对本宫的心意，那贱蹄子也不过是仗着有几分姿色，才能狐媚惑主。只要毁了他的脸，看王爷还会不会多看他一眼。拜见庄侧妃。吕公公请起。
王妃手下贱婢使坏，令王爷苛责了您。王妃心痛，特命人赶制了一件春装赠与侧妃。庄侧妃，听风阁一事都是贱婢使坏，您可千万别因此迁怒了王妃。书中原主承完宠，就被崔令荣赐予这件天花病人缝制的春装，穿后得了天花，毁了容貌。崔令荣一定是算不到，我是来自21世代的医学生，天花能奈我何？公公哪里话，我怎会迁怒王妃呢？姐姐宽厚仁德，对我时时照拂，我感谢还来不及。我这2天就筹备回礼，亲自登门叩谢姐姐。您与王妃如此和睦，王爷定喜笑颜开。不要碰！这衣裳是天花病人缝制的，你不要碰！侧妃，您怎么知晓衣上有药？跟他说我是穿书来的，他也听不懂。我自有我的眼线。侧妃，那快把这衣服扔了吧，可别真惹上了天花。王妃恩赐，岂能随意丢弃？我不但不扔，我还要穿上它。那您岂不是会得天花？你放心，我自有办法。王妃给我准备这么一个大礼，岂有不回礼之说？湘云，你替我准备下给王妃的回礼。娘娘，庄侧妃亲自给您送来了春装回礼，奴婢看了是姜怀蜜。哼，他给我送东西，能安什么好心？怕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吧？娘娘，我可是听说这姜怀蜜饮用后，连出的汗都是甜的。在江南，很多女子同房前都会饮用一杯，以讨郎君的欢心。这倒是有趣，冲一杯给我尝尝。也不知王妃喝了没？回禀侧妃，王妃已经饮用了姜怀蜜。我送她的是千金1两的上好东西，她如若识货，自是不会放过。走吧，先去借一个东风。王爷，庄侧妃求见。柔儿来了。这是柔儿第一次主动来找姑，姑就知道她心悦姑。传，王爷，庄侧妃求见。传，拜见王爷。柔儿请起。姑最近政务繁忙，确实疏忽了你。王爷，臣妾此次来不是为自己，是为姐姐。此话怎讲？王爷，最近后花园的花都开了，臣妾却从未见姐姐赏过。听下人说，从前都是您陪着姐姐才去。王爷，您再不陪姐姐赏花，花园里的花都谢了。侧妃果然乖巧懂事，不争宠不说，还主动要我带蓉儿赏园。姑知道了，姑这就带蓉儿赏园，你也一并去吧。王爷王妃先行，妾先出个宫，随后就至。要不是怕李玄月也感染了天花，影响我下一步进度，我刚才就穿上这衣服。蓉儿，是姑最近忙于政事，疏忽你了。你也知道，姑和梁王正在争宠，姑必须得做出点实际。王爷，蓉儿懂。今日王爷独独请蓉儿逛园子，蓉儿就知道王爷对蓉儿的心意没有变。姑与蓉儿永远是一生一世一双人。拜见王爷王妃。哼，他怎么穿着这衣服来了？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姐姐，是柔儿做了什么事得罪了姐姐吗？姐姐为何不让柔儿近身？奇怪，小贱蹄子脸上怎么还没起疹子？蓉儿，是姑让庄侧妃一并赏花的，不要这么善妒。那件衣服是天花病人缝制的，
绝不能让王爷也染上天花。回禀王爷，庄侧妃今日身上香味实在太过浓郁，臣妾自己都有些受不住，更是怕惊扰了王爷。那妹妹就远远跟在姐姐和王爷的身后就行。还是柔儿懂事。令荣，你看这花开得多好。衣不如新，人不如故，还是旧人香啊。哼，走得快不如走得远，咱们走着瞧。王爷，紫苑开得好美啊！赏，给荣二爷采一束。是。王爷，我那束可否转赠姐姐？姐姐雍容华贵，紫苑大气磅礴，紫苑还是跟姐姐更配一些。这小蹄子今日难得有自知之明，妹妹谬赞。准。好香。王爷，那不如把春菊赏给妹妹吧。准。柔儿，你最近越发乖巧懂事，姑甚是欣慰。你和令荣和睦相处，是姑的幸事。谢王爷恩赐。有了这香气逼人的紫渊和我特制的姜怀蜜，姐姐，你可捅了蜜蜂窝了。吕公公，保护王爷！蓉儿，蓉儿，王爷不能近身啊！心机女，你送我天花病毒符，我送你蜜蜂消消毒。王妃，快把花扔了，跳水池里，快啊！蓉儿，蜜蜂怕水，快跳水里先避上一避。哎呀，王妃的发钗歪了呢。娘娘，您还好吧？你看本宫好吗？姐姐，你快穿上我的外衫，回寝宫还需走上一段，万万不可再染了风寒。崔令荣，你送的好衣裳，还是你自己穿去吧。蓉儿行径如此之善，动着自己也要帮扶姐姐，姑甚欣慰。蓉儿，快谢谢庄侧妃。这衣服沾有天花，我不要穿，我不。都怪柔儿迟钝，姐姐定是一时冻傻了，不能言语。柔儿亲自为姐姐披衣。崔令荣，哪怕你明日遍体天花，也怪不到我头上。谁让这衣服本就是你送我的？这一次，我让你好好知道知道，多行不义必自毙。侧妃，你这样会感染风寒的。我要的就是受凉。王妃那边怎么样了？说是染了重病，王太医已经到了。走，去探望我的好姐姐了。王爷，王太医，王妃如何？回禀王爷，不知是否是因受惊又下了水，王妃突发天花。什么？天花？李玄义，你个老登，刚花园里你还说跟崔令荣一生一世一双人，结果他一得天花，你跑得最快。本宫现在这样都是你害的，是你！王爷明着，是庄柔给我穿的薄衫有问题。姐姐，你可是病糊涂了。那件粉色春装是昨日姐姐赐予我的，我今日一直在穿，也并未沾染天花呀。不错，柔儿一晌午都穿着这件衣服，怎么她穿没事，你穿就有事？蓉儿，切不可冤枉了柔儿。还是现代文明好啊，一苗 YYDS。侧妃，天花病人的豆荚已经取来。搞定！我已经用人豆接种术接种了天花疫苗。崔令荣，你能奈我何？我怎么知道？反正一定是他搞的鬼！
定是。蓉儿，没有证据怎能胡乱攀扯侧妃？罪妾不知道哪里得罪了姐姐，被姐姐这么针对着。蓉儿，你可知，是柔儿亲自去书房，说你最近郁郁寡欢，让我带你逛逛。你实在是错怪她。姑最讨厌杜甫，你这样太让姑失望。姐姐，妹妹今日见你落水，宁愿自己受了，也把外衣献给姐姐。妹妹真的不知做错了什么。蓉儿已经有恙，你断不能再生病了。皇太医，去承福殿。是。庄柔，你个贱人！我要你死！要你死！娘娘，娘娘！王爷，妾想去侧殿睡。为何？妾虽刚食了汤药，但仍旧周身冰冷。妾想让湘云抱着妾睡。难道我还比不过一个丫鬟吗？过来。妾不敢，妾是病体之躯。王爷与妾同床共枕，若是妾将病气过到了王爷身上，那妾真是罪该万死。你若现在出去，我和你不和的传闻定会传将出去。你想让你父亲担心吗？来，本王浩然正气，可抵万病。再者，你得的是高热，并非天花，姑不会被你影响。李贤玉啊，李贤玉，这才是你的心里话吧？如果今晚我得天花，崔令中得高热，怕你早就远远避开我。只是抱着睡一觉罢了，不会发生什么的。王爷对妾如此宠爱，妾实在感动。男人呐，永远拒绝不了一个看起来还不错的女人。没想到这个李玄烨竟是个信守承诺的人。这些天崔令荣感染天花，他虽宿在我房中，却当真没碰我，真是发乎情，止乎礼。不行，不能再等下去了。备轿，我要入宫求见皇后娘娘。是。参见皇后娘娘。赐座。臣女不敢坐，臣女有罪，请皇后娘娘责罚。臣女知道皇后娘娘赐婚臣女，是为了让臣女给皇家满眼子脉。可是臣女连王爷的心都笼络不到，王爷眼里一心只有王妃，是臣女无能，还请皇后娘娘准许臣女与王爷和离，成全了王爷王妃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情谊。胡闹，简直胡闹！生在皇家可以多情，断不能痴情。身为皇子，说什么一生一世一双人，简直天方夜谭。庄侧妃，你不用管了，本宫会替你做主的，否则庄首府那边我也无法交代。臣女叩谢皇后娘娘。儿臣见过母妃。今日召你来，本宫有事要问你。这是本宫请太医为庄侧妃开的良方。玄玉，你就是这样欺瞒为娘的吗？本宫请太医为庄侧妃诊脉，太医却说庄侧妃仍是顽婢，你作何解释？母后，儿臣知罪。你如今正和与梁王正在争夺太子之位，你可知子嗣对于夺储有多重要？我不管你和王妃多么情深厚谊，可她迟迟无所出，就是最大的罪过。令荣小产后，身子还未恢复，加之前些日子又感染天花，请母后再给她半年时间。糊涂！3月格局已是一变，半年如何等得？如果梁王的儿子生在你前面，你还如何能做到太子之位？来人，把三皇子关进承福殿，没我的允许，谁也不许给他开门。秋月，我脸上的印记可还能瞧见？几乎瞧不见了，娘娘。王太医说您已经痊愈。太好了，快去备好鹿掌和秋葵去请王爷，王爷最喜欢吃这2样。白天王爷已应了要来朝阳殿，可皇后娘娘一个信又将王爷传进了宫。这会子
王爷就是想过来也过不来。听闻他被皇后娘娘锁入了承福殿。什么？王爷侧妃，您两位也别叫奴才们为难，让皇后娘娘抱上孙子才是要紧之事，不然这门奴才是不会打开的。我去，没想到圣皇后这么直接啊，直接将我和李玄义锁一起了。放姑出去！今日蓉儿痊愈，姑已经答应她陪她用晚膳的。王爷，您别为难奴才，没有皇后的口谕，谁敢放您出去呀？吕公公，您行行好，先把门打开。姐姐好不容易病愈，若是今日没见到王爷，病再复发，你担待得起吗？王妃洪福晴天，有王太医坐镇，不会有问题的。这个吕公公倒是个聪明人，知道皇后位尊权高，得罪不得。王爷，要不今晚先就寝吧，明日让锦荣姑姑过来打点一番，哄了皇后消气，此事就完结了。你今日去见了母妃，晚上便有此等事。为了让姑碰你，你竟和母妃联手。王爷，妾从未做过半点算计王爷的事情。妾今日入宫，是求皇后赐臣妾和王爷和离，成全王爷王妃。王爷若不信，可以打听，妾绝无半句虚言。你要同姑和离？王爷近日虽日日住在承福殿，却不碰臣妾，心中所想也皆是姐姐。妾想成全王爷和姐姐的情谊。原来是姑错怪他了。姑从未想过与你生分疏离，姑只是想让令荣先诞下子嗣。妾绝不会逼王爷碰妾。妾今晚独睡榻上。生，好生。从前怕暴露心思不敢加料，这次就算是我让湘云加了料，旁人也只当是皇后手段。李颜月，这次看你守不守得住。王爷，王爷你还好吗？不许走，不许！王爷，您清醒一点，您是不是做噩梦了？姑好热，好难受。姑不管，姑要你，姑最欢喜的就是你。王爷，您先想想王妃，妾的孩子不能生在王妃前头。姑管不了那么多，姑要憋死，姑忍不了了。怎么回事？怎么进来了烟？娘娘，放进了一支烟丸，只有浓烟，不会伤了王爷。承福殿浓烟滚滚，定是里面走了火。圆房重要，还是王爷的命重要？你们想看到王爷病天吗？奴才不敢。那还不赶快开门！是。殿下好痛，你轻点儿。崔氏，你竟敢闯宫！王爷，臣妾不敢扰王爷兴致，只是承福殿浓烟滚滚，臣妾实在担心王爷安危，哪怕事后王爷责罚，臣妾也万死不辞。崔令荣啊，崔令荣，怕这烟就出自你的手笔吧？王爷先带侧妃离开吧。王爷，喝口凉茶压压热气吧。妹妹那边已经安置妥当，此茶专门调制，可压情欲。玄义，你喝了就不难受了。舒服多了。这好端端的承福殿怎么会走水？许是天干物燥，屋里香台走了水。明日我会查验全府香台，避免此类事情再发。让蓉儿费心了。王爷饿了吧？我让东朝那边还温着餐食，是您爱吃的鹿掌和秋葵。还是蓉儿提子，甚懂本王心意。姑最中意的就是你。传吧。来人，传餐食。侧妃别等了，王爷这会儿子正在朝阳殿吃得正欢呢，怕是今晚不会过来了。
果然不能轻信枕边人的情话，方才还说着心里最挂念的就是我，转眼便陪着旁人相伴闲谈了。方才屋子里走水原因查到了吗？奴婢检查了半天，没发现哪儿起火。那多半是烟饼烧完了，也就没了踪迹。没想到王妃竟有如此手段。她若没点心思，又岂能稳坐这王妃之位多年？侧妃，要不要我这会子去昭阳殿，就说您被烟熏着了，不舒服，让王爷过来瞧瞧？不必，王爷这会子也累了，再去叨扰，反而惹得一身骚。不早了，早些入寝吧。崔令荣，今日就姑且将李玄玉让给你，我们来日方长。侧妃，王爷好几日都不来昭阳殿，您一点都不着急吗？我急有什么用？他不来，难道还能绑着他来？可是，您不怕王爷和王妃感情渐浓吗？男人啊，都是贱骨头，日日相看，大多时候不会增加感情，反而会渐渐两相厌。你越找他，他越烦躁；你越不找他，他反而越记起你来。侧妃，那如今我们该怎么办？备车，我要去南命寺为王妃祈福。什么？为王妃祈福？侧妃，你莫不是疯了？王妃多年无所出，是王府一大义事。若是王妃能有喜，王爷也能高兴些。王爷高兴，我便欣喜。祈福不要声张，我们悄悄去。是。恭送王爷。贺喜王妃，王爷已连续留宿昭阳殿10日了。承福殿的小贱蹄子在干嘛呢？是不是在那儿气急败坏呢？承福殿并未有什么响动，不吭声定是在憋坏。去，给本宫打探明白。回禀王妃，庄侧妃悄悄出府了，走的还是小门。派人跟上，本宫要知道她做了什么。是。王妃，打探清楚了，庄侧妃日日出府去的是南明寺。她去南明寺做甚？打探的人禀报说，她在给王爷王妃祈福，希望王府能尽快绵延子嗣，好继承千秋大业。她为本宫祈福？笑话！本宫上次遍体天花都是拜她所赐，她怎会有此等好心？可打探的人确实没发现端倪。他若真心为我祈福，为何要每日偷偷摸摸出府？定是最近王爷日日宿在我殿中，那小贱蹄子耐不住寂寞，找野男人去了。南明寺男女恩客不断，可真是苟且的好去处。侧妃，您今日明明发现了王妃的人在跟踪，为何不做反应？我只是想知道下一步他会如何暗害我。我猜猜，一是说我扎小人诅咒他，或者诅咒王爷王府；二是说我在南应寺私会男人；三是说我偷卖王府财产，也无非是这么3种。侧妃，这3件哪一件被赖上了，都是不得了的罪过。这南明寺咱可不能去了。不，要去，不光要去，还要建议男子去。侧妃，你别吓奴婢。王妃，探子回禀，庄侧妃将金钗首饰都悄悄打包了起来，似乎是准备出府。私会情郎不说，还竟敢暗送金银，小贱蹄子，马上就是你的死期。王爷，连着3日，臣妾去妹妹殿中都未见妹妹身影，你说她能去哪儿啊？什么？今日下人还瞧见妹妹抱着1兜子的金钗首饰，慌慌张张的也不知道去哪儿。王爷，没听说庄首饰家里有患啊？妹妹变卖首饰，也不知为何。竟有这等事！
贱蹄子，马上就是你的死期。王妃，王爷正带人往城府殿过来。备车，去当铺。侧妃，这可是王爷送您的细软啊，这根金钗不是您最喜欢的吗？您这么做不是惹他大怒吗？放心，他还会把金钗给咱送回来的，我保证。王爷，庄侧妃确实把您送的首饰细软给当了，折成了银钱。庄柔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庄柔此刻何在？听当铺掌柜的说，是往南明寺方向去了。吕公公，你说庄侧妃拿着这些银钱做甚去了？奴才不知。给姑跟上。是。王妃，探子那边传信，王爷在当铺门口发了好大的火，在车上都摔了茶盏。贱蹄子自作孽不可活，怨不得别人。备车，本宫也要去凑个热闹，给庄侧妃助助兴。毕竟今后在王府，怕是难见她了。侧妃，怎么办啊？王爷发了好大的火，把茶盏都给砸了。侧妃，您这是？我自有用处。启程，南明寺。这钱你先用着，不够我再想办法。好啊，庄柔，姑还怕误解了你，没想到竟让姑抓个正着，竟敢给其他男子钱财。此事不能让王爷知晓，目前我只能拿出这么多了。王爷，奴才这就进去拿下庄侧妃。等等，姑要听听他们究竟在说什么。娘娘，这些银子目前看来是够的，之后如若我还需要，我再来找你。好。好啊，庄柔，当我王府是金银库吗？竟敢持续勾搭外男，散我王府钱财！开始吧，我不能在此地停留过久，一会儿我还要赶回王府，不然王爷要发现了。庄柔，竟敢背着姑偷人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王爷，大胆庄柔，竟敢背着姑偷人，该当何罪？王爷误会臣妾了，王爷天人之姿，世上哪还有男子正过王爷？臣妾怎么会舍猪求鱼？把这个奸夫给姑拿下！王爷，不可啊，王爷！事到如今，竟敢还为奸夫求情，你当姑不敢休了你吗？王爷休了我是小，得罪了玄清大师是大呀。等等，你说他是谁？贫僧玄清见过王爷。江左玄清，通古今，知天地，得之可得天下。门外守着，谁也不许进来。是。玄清大师怎会索要俗世之物？这和尚定是假的。王爷，玄清大师是要臣妾捐银两买粟，提前储存在寺院。1周后西城会有天灾，届时将会以王爷名义赈灾，为王爷笼络民心。王爷若不信贫僧，可静待1周，便可知贫僧是真是假。吕公公，悄悄将玄清大师安置妥当，没我的允许，不许任何人见他。是。你见他便见，为何宽衣？臣妾宽衣，
只是怕衣裳沾染墨迹，并无他意啊。王爷，你弄疼臣妾了。别以为你装柔弱，姑这次就会放过你。臣妾不敢，臣妾只是近日字写得多，伤着手腕。你写什么了？这都是你写的？幸好提前让湘云把我写的祈福书拓印了500张。臣妾这些日子在寺庙，只是想给王妃祈福早日得嗣，除此之外，臣妾别无所求。里边情况如何？听僧人说，庄侧妃和狗男人被王爷带人齐齐堵在了偏殿。贱蹄子自作孽不可活，等着吧，今夜之后，王府再无庄侧妃。王爷，侧妃，红花油替您取过来。说，侧妃在寺庙这些日子都做了什么？回禀王爷，奴婢只知侧妃日日在寺庙替王妃抄经，伤了手腕，其他一概不知啊。滚出去！是。所以，你这些天来寺里，不是替姑积德，就是为蓉儿祈福，一点不为自己。臣妾深知，王府上下一体，只要王爷和王妃过得好，臣妾才能平平稳稳。你明明在做好事，为何神神秘秘不让姑知晓？王爷，此次能见到玄清大师，是臣妾父亲帮忙。臣妾父亲千交代万嘱咐，让臣妾不可走漏玄清大师现身的消息，否则梁王可能派人截胡，故才秘而不宣。庄首府有心了，下次有事要知于姑，不然姑误会了你，如何跟庄首府交代？果然娘家硬气，媳妇儿才有底气。臣妾倒是想告诉王爷，可是王爷日日留宿朝阳殿，臣妾见都见不到王爷。近日姑确实去承福殿去的少了些，姑向你保证，今后绝不会再冷落了你。臣妾先谢过王爷。手还疼吗？疼。湘云，王爷，王爷给臣妾呼呼。呼呼。男人的脖颈可是最敏感的地带，李玄玉，我不信你撑得住。这就是呼呼。男人的脖颈可是最敏感的地带，李玄玉，我不信你撑得住。这就是呼呼。王妃，方才吕公公和一个斗笠男子上了马车，应该就是王爷。王爷已经离寺，那小贱蹄子呢？未见女人上马车，难道小贱蹄子没被抓住？不行，绝不能让他逃了。小贱蹄子在哪儿私会？快带我去！小的时候，臣妾磕破了皮，臣妾的娘亲都会替臣妾呼呼的。小心！你现在是在勾引姑吗？那王爷被妾勾引到了吗？
王爷，臣妾错了，这里是寺庙，不可呀。有何不可？姑今日就要留宿这南明寺，我看谁敢拦姑。可是妾怕叨扰了佛门清修。无碍了。李玄月，就说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，还不是主动与我圆房？你且去瞧瞧，看屋内是否是那个贱蹄子。是。王妃，是那个贱蹄子的萧云莎。好，本宫今夜就替王爷捉奸，替王府正名。闯进去，给本宫打死这对奸夫淫妇！王爷，贱蹄子！王爷早就离寺，事到如今还在糊弄本宫，给我打，往死里打！住手！住手！给我打！我不说停，不许停！王爷，您还好吗？王爷，快住手！住手啊！怎么可能是王爷？王爷，您醒醒啊！您别吓臣妾。王爷，臣妾不是有意欲的，王爷，臣妾不知道是您啊！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快带王爷回府医治！是。妹妹，姐姐不是有心的，姐姐真的不知道里面是王爷啊！姐姐这是哪里话？里面不是王爷，还能是谁？你还是好好想想，怎么跟王爷解释吧。明明是姑受伤，怎么你流下了泪？王爷，伤在你身，痛在妾心。昨夜棍子下来的时候，若不是王爷在妾身上护着，此刻躺在这里的就是妾。说不定妾一棍子没挺住，就西去了。不许说这么不吉利的话，有姑在这儿，绝不会让你有恙。可是姐姐一而再再而三的不相信妾，妾实在心里苦。王爷，王妃求见。让他进来。王爷，臣妾知错，臣妾做了蠢事，实在难辞其咎。你是该跟姑道歉，但你更应该跟柔儿道歉。柔儿去寺里给你祈福子嗣，你却污蔑她私会外男，你还有良心吗？王爷，古人云不知者不罪，臣妾做下如此蠢事，纯是因为臣妾不知内情啊。若是妹妹提前告与我实情，又怎会出现此下差池？崔令荣，你好一张巧嘴，只有将锅甩到我这里。可是姐姐也没有问过妹妹，妹妹每次求见姐姐，姐姐都避而不见。
本宫当时日日专心服侍王爷，所以才不见客的。够了！无论如何，你都不该打人。幸好当时你打到的是我，若是柔儿，她那副娇嫩的身躯，岂不是当场就被你打得一命呜呼了？臣妾知错，臣妾自愿去佛堂诵经反省月许。退下吧。谢王爷开恩。哼，你倒是聪明，先自行请罪。柔儿，令荣已知错，就原谅他吧。想来他也是犯的无心之错。王爷，你挨了姐姐的打都不生气，臣妾又怎会生姐姐的气呢？李玄义，你个老邓，我看你还是被崔令荣打得轻。说昨夜你被他打死，我看你还会原谅他吗？哎呀，我的膝盖！庄柔这个贱人，本宫没有输，本宫错就错在打错了人。娘娘，什么事慌里慌张的？娘娘，西城打雷引发大火，咱院里王爷请回来那个真的是玄清大师。听说王爷容颜大喜，大赏剑蹄子呢。这怎么可能？吕公公，您这是？侧妃，这都是王爷赏的，东海千年珊瑚树、前朝紫玉琉璃瓶、一箱金钗珠宝，以及黄金500两。您提前储备在寺院的粮食发挥了大处，百姓们都在夸王爷善心呐，王爷容颜大喜。都是玄清大师的功劳，我不过是做些细枝末节的小事。庄侧妃谦虚了，有庄侧妃这样的贤内助是王爷的福分，这可都是王爷精心挑选的赏赐，都给咱家小心着点儿。是。那奴才就先退下了。公公费心了。奴才谢侧妃赏赐。湘云，我是不是给你说过，他还会把金钗给咱送回来的？侧妃，您真是太厉害了，奴婢对您五体拜服。钱财都是身外之物，不足为奇。那什么才重要呀，侧妃？侧妃说的对，若是侧妃能先王妃怀上子嗣，那咱承福殿的恩赐更是带天履地呢。想来距离上次寺庙圆房也1月有余，是该找个大夫看看。奴婢这就去叫太医。慢着，慢着，这府里都是王妃的眼线，绝不能让她知道我是否有孕。那我们该如何看大夫？你去禀告王爷，就说我出嫁后未曾归家，想回家省亲。回娘家看大夫？正是，王妃的手再长，也伸不到我庄家。侧妃，奴婢这就去安排。柔儿，王爷待你如何？母亲放心，王爷待女儿是极好的。那母亲就放心了。你是庄家嫡出的女儿，却被你父亲安排做了三皇子的妾室，母亲心中一直是不愿的。书中庄母一直都很疼爱原主，不过也因她过于保护原主，使得原主如温室花朵，过于娇嫩。去到王府之后，不善女子争斗，很快香消玉殒。母亲，父母之爱子，则为其计深远。父亲选中王爷，定是看中王爷能力，母亲不必为柔儿担心。你父亲确实说过三皇子有龙颜之相，未来大概率为新皇。柔儿，你是侧妃，本就吃亏，你想胜过王妃，必须肚子上争气。你嫁过去已3月有余，肚子可有动静？母亲，柔儿这次来就是想让陈大夫给柔儿把脉。为何不在王府看太医？
太医的水平不比陈大夫强。就庄母这个宫斗水准，怪不得庄柔败北。母亲，太医的水平自是比陈大夫强，只是王府眼线众多，女儿怕胎出意外，想着胎稳之前还是隐匿些好。还是柔儿思虑周全。阿玉，去传陈大夫。是夫人。如何？恭喜庄夫人，侧妃脉搏浮滑，想是有喜。没想到我真的怀了李玄义的孩子，想我穿书前还是女大，如今竟然变成了宝妈。宝宝，既然你选择我当妈妈，妈妈一定努力坐上正宫位，让你子凭母贵。太好了，三皇子成婚数年无所处，你这可是王府的首胎，赶快将好消息传给姑爷。慢着，我有喜之事，你给我烂在肚子里。是，老朽明白。母亲，我有喜之事，谁都不许说，包括父亲。待我肚子月份大些，直到瞒不住，再公诸于世。我想着告诉姑爷，他能对你额外照范，也是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着想。王爷天天忙于公务，又怎能时时兼顾府里？他指望不上的，我能指望的只有自己。今日在场所有人都不许透露半点我有喜之事，若是透露，小心脑袋。是。跪了1个月，本宫跪的腿都快废了。娘娘，您可算是回来了。您都不知道，您不在的这些日子，承福殿那对主仆有多耀孤扬威，仗着王爷的赏赐横行府里，那湘云的眼睛都快到头顶了。我既回来了，就不会让他们好过。摆驾承福殿。是。庄侧妃呢？庄侧妃回娘家省亲去了。那本宫就坐在这儿，等她。拜见王妃。起来吧。不知姐姐今日前来所谓何事？本宫不在的这些日子，你照顾王爷辛苦，本宫给你送了点补品。多谢姐姐照拂。妹妹今日怎么忽然想着回娘家？妹妹过门已3月有余，从未归家看过母亲，想着也该回去看看。一转眼，你都过门3个月，不知妹妹这肚子可否有动静？妹妹体弱，肚子未曾有动静。你我均是王爷的内人，为王爷繁衍子嗣才是要事。妹妹还是多加调理身体为妙。我已叫了太医，一会儿让他给你瞧瞧身子骨。不必了，姐姐。前阵子我刚瞧过，太医说我身子弱，还得一段时间调理。那正好让太医瞧瞧，身子骨和从前相比，是否有所好转，还是老样子？姐姐，我自己的身子骨我自己清楚，老样子可不行。这个太医不行，就再换个太医。瞧我身子骨是假，看我是否有喜才是真吧。拜见王妃娘娘，拜见侧妃娘娘。王太医请起，今日找你来，是给侧妃诊脉，事关皇家子嗣延绵，你可要给本宫瞧清楚。是。如何？是否有喜？侧妃身子骨还是弱，气血不足，至少还需好好调理3月，才有可能怀上龙胎。你说她肚子没动静，妹妹她这1个月可是日日相伴王爷，你给本宫瞧仔细了。王妃，事关龙嗣，下官不敢说谎。侧妃，不好了，王妃在咱店里候着呢，不知道又憋着什么坏。她最怕的，无非是我的子嗣诞在她前面。这1个月，她被迫去佛堂反省，而我日日待在王爷身边。你说她出来会如何？查验您是否有喜。
这该如何是好啊？你有喜可如何瞒得住？有喜之事，没有办法不让太医知道，只能让太医不说出来。你从府里悄悄带出银子，去赌王太医，让他晋升。他会答应吗？王太医3个月后即告老还乡，届时崔令荣想找到他都难。捞笔大的还乡，他为何不愿？奴婢这就去办。那王太医可要好好给我们侧妃调理调理。是。今日怎么睡得这么早？妾今日回了趟娘家，有些倦怠，过小憩一会儿。家中如何？母亲年岁渐高，最近身子也不甚爽利。听府里下人说，总是念叨柔儿名字。王爷，妾想每月回去看娘亲一次，还望王爷成全。难为你有如此孝心，本王答应你。柔儿叩谢王爷。替姑更衣吧。王爷，这1个月姐姐都在佛堂反省，她一定也很想念王爷。今日姐姐回归朝阳殿，王爷还是去朝阳殿看看吧。你要姑去朝阳殿？姑没想到姑的柔儿竟如此宽容大度。姐姐一定在期盼着王爷。恭送王爷。宝宝，妈咪一定保护好你，让你安稳落地。王爷，秋月，快去备晚膳，要王爷最喜欢的鹿茸和秋葵。是。王爷，臣妾还以为王爷忘了臣妾了呢。你是姑明媒正娶的正妻，姑怎么会忘了你？你也在佛堂跪了1个月，姑知道你已经知错。王爷如此情深意重，臣妾知道王爷不会忘了臣妾的。你永远是姑的正妻。香云，你有没有觉得我的肚子过大了？侧妃，奴婢正想给您说呢，今早给您更衣，都觉得您这肚子遮不住了。奴婢真的怕王妃看出来您肚子有恙。回庄家，我要见陈大夫。娘娘，承福殿那位贱蹄子不对劲儿。他最近不是挺消停的吗？有何不对？奴婢这2个月去后院领布料的时候，看到湘云一直在给那贱蹄子做新衣，撕的布料也比从前多。去，把绣娘叫来。回禀王妃，承福殿这2个月领的布料确实比从前多。好啊，这个贱蹄子，仗着王爷宠爱，竟然如此挥霍。本宫也要再赶制5身新衣。是，本宫要用比贱蹄子更好的布料，用更时兴的款式。回禀王妃，承福殿那边要的都是极简单的款式，不怎么修饰身形。王妃也要此等款式吗？你说什么？奴婢说，承福殿那边要的款式都是较为宽松的款式，王妃您一贯要的都是修身的款式，奴婢怕按照承福殿的款式做了，王妃相不中。衣裳先不用做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秋月，我记得从前那小贱蹄子穿的可都是掐腰的款式，这如今穿起了宽松款式，你说这是为何？莫不是为了掩盖有孕的事实？我说这小贱蹄子怎么最近总是称病，把王爷往我这儿推，原来在这儿默默保胎来了。王妃，先让奴婢去打探一二，看看这小贱蹄子是否真的有喜。去吧，小心着点儿，别被承福殿的人发现。奴婢明白。娘娘如今是越来越嗜睡了。扶我去榻上吧。是。
娘娘，你慢点儿。如何？奴婢看到了他的肚子，那小贱蹄子绝对有喜了。全完了，我的身体还没调养好，这贱蹄子孩子又怀到了我前面，我这王妃的位置怕是坐不稳了。王妃先莫要伤心，奴婢瞧着她肚子不对，这孩子说不定不是王爷的。怎么说？按照时间推算，王爷和小贱蹄子圆房，也就是在3个月前的南明寺，到现在也不过3个月。可小贱蹄子肚子大的，说5个月都不过分，怎么可能是王爷的孩子？他肚子很大，奴婢亲眼看到了小贱蹄子的肚子都冒仙了，绝不是3个月。怪不得他在赶制新衣，原来是旧衣都穿不了了。秋月，你说他肚子里是谁的孩子？5个月前，侧妃不是见过一次外男吗？你说的是纳兰德？不错，当时王爷王妃在戏院不堪堵住了小贱蹄子和纳兰德吗？说不定那个时候两人都苟且过了，所以此时小贱蹄子才有了5个月身孕，那小贱蹄子就必须死。庄柔，你自作孽不可活！这一次我要让你进猪笼，五马分尸！侧妃，奴婢瞧着您的肚子，不似是3个月的，倒像是5个月的。是吗？奴婢从前服侍过有喜的姨娘，记得她肚子的大小。得再让陈大夫瞧瞧。可是这个月咱已经回过庄家，若是回得勤，怕被王妃那边看出来。黄历拿给我。确实，这个月回过了。当时我向王爷请示的就是1个月回一次。有了。湘云，去备礼，我要给母亲贺生辰。可是庄夫人从前从不过寿啊。从前她是不过，可今年是母亲50岁诞辰，做子女的提出给母亲庆贺50大寿，也不是什么稀奇事。还是侧妃聪明，奴婢这就去备礼。王妃，贱蹄子出府去了，定是私会情郎去了，派人给本宫跟上。是。回禀王妃，贱蹄子回了庄家。我记得他前些天不是刚回过庄家，怕是回娘家是假，私会情郎是真吧？那贱蹄子和纳莱德青梅竹马，想是纳莱德出入庄家也方便。庄柔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可是王妃，今日见蹄子出府，一点也不避讳，反而正大光明带着礼品去的，说是要给母亲庆贺50大寿。那更好解释了，趁着前厅祝寿，在后堂做些龌龊事，不是常有的吗？不然那对狗男女怎么私会？本宫今日也要趟一趟这波浑水。你怎么来了？王爷可知，今日是庄侧妃母亲50大寿。有这等事？柔儿没知会过。许是庄侧妃贤德，不想自家事打扰了王爷。如今姑已娶了她，又何谈自家趴下？再说庄首府又是国之重臣。吕公公，
给姑的岳母备贺礼。是。王爷，臣妾也为庄侧妃的母亲准备了贺礼。难为你如此费心。既如此，你同姑一同前往庄府吧，以示对庄家的重视。是。陈大夫，你可算来了，侧妃等你半天了。让侧妃久等，我想着这个月已经替娘娘诊过脉，就去西城药族坐诊去了。没想到府上又遣人来唤，侧妃心里着急，还请陈大夫再给细细诊看。是。如何？恭喜侧妃，贺喜侧妃！恭喜侧妃，贺喜侧妃！何喜之有？娘娘怀的是双胎。你说什么？单胎和双胎的脉区别不大。从前娘娘月份小，我没有诊看出来。今日刚细细诊断，发现娘娘体内竟然中脉下脉同时强劲跳动，加上娘娘的肚子也偏大，娘娘多半怀的是双胎。家人们，说出来谁信啊？我一个女大穿书，竟然怀了一对双胞胎。通过胎心的跳动强弱判断，很可能是一对龙凤胎。家人们，谁懂啊？我一下子儿女双全了。娘娘，王爷和王妃来了，在前厅，说来给庄夫人贺寿。什么？王爷来了？好啊，竟然让我抓个正着，都当众刷手了，岂会有假？湘云，带陈大夫走后门，先送陈大夫离开，我去见王爷。是。贱蹄子就是贱蹄子，姘头都不止一个，这狗男人也不知是何时勾搭上的。就是他们，拿下！这次你们休想逃！柔儿，王爷来给我贺寿，还不快来谢谢王爷？臣妾谢过王爷。都是一家人，不必如此见外。王妃，在后院没找到纳兰德。什么？没找到你回来做什么？再去找！王妃莫急，那贱蹄子的姘头另有其人，奴婢亲眼看到，他们手都握在一起。那贱男人何在？方才湘云送贱男人出府，被我在后门派人拿住，现在关在咱的马车里。做得好，谢王妃赏赐。我须得想个法子，让贱蹄子和那个贱男人共处一室。有了，妹妹，今日得见令母，果然风姿卓绝。世人都说岁月不败美人，本宫今天是见识了。见了令母，也知道为何妹妹这般国色天仙。原来有其母必有其女。姐姐谬赞，妹妹姿色不及姐姐1/10。现在拍我马屁，晚了，马上就是你的死期。王爷，臣妾今日也为庄夫人备了礼品，只是礼品比较特殊，臣妾想让妹妹跟臣妾一起去取，不知可否？什么礼品如此特殊？让人目瞪口呆的礼品。去吧，姑和岳母等着你准备的惊喜。妹妹，请。姐姐稍等，我去同母亲说一下。母亲，姐姐也精心为您准备了贺礼呢。王妃能来庄家为我贺寿，已经是我的荣幸，无需贺礼。庄夫人，我与柔儿共侍一夫，情同姐妹。妹妹的母亲，我亦当母亲侍奉，还请庄夫人不要推辞。岳母大人，我既带令荣来府贺寿，他岂有空手之理？您莫要谦让了。派人跟着柔儿。
是，夫人。哼。若不是我此刻怀着孕，要注意动作幅度，我一定甩开这疯女人。姐姐，还未到吗？马上，礼品就在前面马车里。妹妹到了，礼品在马车里，劳烦妹妹看一下是否合伯母心意，可以的话，我差人拿下来。好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！王妃，这次可算逮住他了。你在这看好了，我去叫王爷。是。谁在那里？陈大夫，侧妃，先快想办法出去吧。不行，从里面打不开。柔儿呢？礼品呢？方才我跟妹妹去取礼品，可走着走着她却不见了。王妃，这里是柔儿最熟悉的庄稼，她不可能迷路。是啊，妹妹对庄稼可比我熟悉多了。于是我赶快换我的奴婢秋月寻找，可算是找到了。既然找到，她为何不与你一同前来？臣妾不敢说。有何不敢？秋月找到侧妃之际，看到侧妃同一个未着上衣的男子在后门的马车里。你说什么？休得信口雌黄！柔儿最知礼数，断不会做出如此有辱门楣之事。起初我也是不相信。这是秋月发现的男子腰带，男子已经宽了阴。放肆！在我庄家，如我女儿清白，当老朽不存在吗？庄夫人，若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怎敢当着王爷的面说此等事？如今秋月还守在马车旁，是真是假，一看便知。带过去！贱蹄子，别怪姐姐无情，怪就怪你不检点。奇怪，秋月怎么不见了？王妃，你说我女儿在何处？侧妃和那男子就在这马车之中。给我打开这马车！庄柔呢？王妃，我女儿呢？不可能！明明刚才在里面的是庄柔，怎么可能？姐姐，我方才去了个宫，你怎么就不见了呢？
把那贱婢捉了，然后把小姐救出来。是。幸好阿玉机灵，这才救了我。王妃，你的下人为何会衣衫不整的出现在马车里？王妃，你的下人为何会衣衫不整的出现在马车里？令荣，为何秋月会衣衫不整的出现在马车里？给姑解释！我不知道。你自己说。王爷、王妃，奴婢不认识这个男人，奴婢真没有做什么祸乱后院的事啊！奴婢是被人打晕，扔到马车里的。一派胡言！我庄家管理森严，怎会有此等行凶之事？分明是你贼喊捉贼！我真不认识这个男人啊！我是清白的。你抬起头来。陈大夫，陈大夫，你怎会在此？大夫，侧妃，你要为我撑腰啊！我在府里看完诊回去，莫名其妙被这个女人打晕，扔在了马车里。小的真不知道做错了什么。你少在这血口喷人，胡乱攀扯！小的有证据。令荣，这是姑赏你的玉佩，你作何解释？侧妃，这是在他身上搜到的。哼，崔令荣啊，崔令荣，没想到你竟然舍得将王爷送你的玉佩转手送人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借花献佛了。这玉佩方才掉落，我一直在寻，没想到竟然出现在此。等于说，这一切都是一场误会，陈大夫和秋月并无关系，是吗，王妃？是，都是误会，误会。崔令荣，在我庄家还想设计我，你自不量力，你未免太高看了自己些。好好一场寿宴，竟然生起如此祸端，这生辰不过也罢。阿玉，扶我回去，外客请回吧。晋王府的脸都让你丢尽了，别以为姑我不知道你什么心思。你分明是想污蔑柔儿和外男共处一室，没想到计谋落了空。王爷，这一切都是误会啊！王爷，秋月亲眼看到庄侧妃与外男独处，推衣摸手，所以臣妾才误会庄侧妃的，都是误会啊！王爷，谁曾想那人是大夫？柔儿已经对姑说了，陈大夫从小给她看诊，对她身体状况熟悉。当日恰逢陈大夫在府上，便让他瞧了一瞧，就被你们污蔑他私会外男。王爷，王府的太医难道比不上乡野庸医吗？为何他在府内不看，偏偏回家看？我看庄侧妃明明就是心里有鬼。王爷应该还不知道吧？庄侧妃有喜了。你说什么？柔儿有喜了？她有喜了，为何不告诉姑？如果臣妾没有猜错，您是3个月前同庄侧妃圆的房。庄侧妃最多有3个月的身孕，可今日臣妾看庄侧妃的肚子，可像是5个月了。5个月？臣妾记得5个月前，庄侧妃和纳兰公子在听风阁可见过一面。叫上王太医去承福殿。是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，大夫问诊你都看不清楚，害得本宫被王爷训斥。拜见王爷。
可为何不告诉姑？你还当姑是你的湘君吗？王爷恕罪，妾无意隐瞒，只因妾身虚体弱，想着胎相3个月稳定了再告诉王爷，免得王爷空欢喜一场，故才瞒了3个月。3个月？姑看你的肚子可不像是3个月。5个月前，你和纳兰公子在听风阁可是见过一面。说，你肚子里的孽种是不是他的？王爷轻一些，妾肚子大是因为妾怀了双胎啊！此话当真？宋太医到。从前的王太医呢？回禀王爷，王太医告老还乡，如今是宋太医当值。帮侧妃诊脉吧。宋太医，你今日给姑诊清楚了，诊不清楚，姑要你的脑袋！是。恭喜王爷，贺喜王爷！庄侧妃怀了一对龙凤胎。你可瞧仔细了，脉象平稳，老朽绝不会看错。所以柔儿的肚子大，都是因为双胎的缘故。是的，王爷，因是双胎，所以3个月的肚子像5个月。好，太好了！赏宋太医。是。宋太医，随咱家领赏去吧。谢王爷。柔儿，你辛苦了，都怪姑刚才听信谗言，误会你了。你是我李家的功臣啊！可是妾孩子怀在了姐姐前面，真的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她崔令荣肚子不争气，还不允许别人肚子争气吗？难道她一辈子不怀孕，姑要等她一辈子吗？笑话！柔儿，你放心，姑一定会护着你，让我们的孩子安稳落地。城福殿如何了？刚那贱蹄子不是被王爷扼住喉咙了，此刻招了吗？奴婢不敢说。难道那贱蹄子已经被五马分尸了？还不快说！再不说，本宫扒了你的皮！王妃，侧妃确实也有3个月身孕，她肚子大，是因为她怀了龙凤胎。你说什么？王爷已经安排全府庆贺了。王妃，王妃！参见皇后娘娘。快快请起。锦荣，给庄侧妃赐座。是。如今你有了身孕，还一次双胎，本宫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。皇后福泽深厚，王爷更是鸿福滔天，好日子都在后面呢。皇后娘娘，玄玉那边我已交代，让他务必照顾好你的衣食起居，守护本宫的龙子龙孙顺利诞生。你虽然比梁王妃晚怀了半年，但你的是双胎，届时皇帝一定更喜欢你的这对双生儿。借皇后娘娘吉言，我就说我当初选你准没错。庄首府为国尽心尽力，他的女儿也不会差到哪里去。在皇宫里，很多事情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你能诞下皇嗣，对于你们庄家也是颇天的富贵。你既然选择踏入这深宫，就必须要有搏到底的决心，明白吗？圣皇后不愧能坐上皇后位，目标明确，意志坚定，还是有2把刷子。我得把她这条大腿牢牢抱上。臣女能嫁入皇家，皆是因为皇后娘娘天恩，臣女但凭皇后娘娘吩咐。好，好孩子。皇后娘娘，晋王妃崔氏求见。
他来做什么？臣女崔氏参见皇后娘娘。你来做什么？回禀皇后娘娘，臣女这次来是想着为王爷再选2个秀女。从前本宫要为玄逸纳妾，你百般不愿，如今怎么想通了？从前是臣女不懂事，庄侧妃如今有喜，不能服侍王爷，我身体有恙，还在调理。臣妾恐王爷那边无人服侍，故想着再为王爷择选2个新人。怕是担心王爷无人照顾是假，想为自己培养势力是真吧？我考虑考虑，你退下吧。是。方才崔氏说给王爷择选新人一事，你怎么看？皇后明面上问我的意见，实则是在考验我，我怎能不同意王爷纳妾？皇家素来以开枝散叶为重，既然王爷已经破戒宠幸了我，那再来2个新人，王爷也同样会给予恩泽。臣女认同王妃所言，臣女如今身子笨，正愁不能好好服侍王爷，若有新的妹妹进府，也能照顾好王爷。你不怕玄逸的心思跑到新人那儿去，冷落了你？若是王爷冷落了臣女，那一定是臣女哪儿做的不好，惹了王爷烦心。臣女应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，怎能去埋怨王爷的不是呢？好，很好。本宫就说自己没看错人。你好好养胎，其余繁琐事让崔氏操办。是。侧妃，王爷也太过分了。新人进府之后，来咱们承福殿都少了，真是但见新人笑，不见旧人哭。我哭了吗？侧妃，您怎么一点也不生气啊？有人替你服务老板，活儿都不用干，生什么气？我现在乐得清闲，让我的2个小宝宝安全落地，才是我最在乎的事。可是侧妃，这次遴选新人都是王妃张罗，听说选进来的2个人都跟他有关系，等他们势力稳定，肯定会对付咱的。你不动他们，抵不住他们要对你出手啊，侧妃。那2个新人什么情况？你去给我打听明白。是。怀了宝宝之后，只想安稳度日，差点失了锋芒。湘云说的没错，如今还不是懈怠的时候。风动翻动，我又如何能不动？侧妃，打探明白了，说这次府里进来的2个新人，一个是县令之女苏雪儿，一个是富商之女魏庭云，都是崔氏精心挑选之人，自然也是她的人。目前3人相处和谐，常在后花园赏花呢。有女人的地方就有对比和竞争，即便是面上和谐，水下也是波涛翻涌。可是奴婢跟了他们几天，他们真挺和睦的。只要厚此薄彼，终会有异心。魏淑妃，这个月的份例送过来了。怎么这个月的份例这么多？送来的小厮说是王妃恩泽特意关照您的，咱这边的东西从样式到数量都比雪宫好得多。这衣裳可是苏缎做的，价值1000金。那边交代了，说让魏淑妃穿的时候避着点雪宫那位，毕竟雪宫那位没有。小厮赏了没？回禀魏淑妃，赏过了。王妃对我果然还是不同的，不然也不会独独赏赐了我。是，更衣。虽然爹爹也曾给我做过苏缎衣裳，但是这皇家用的苏缎还是比街面上的好得多。那是自然，好的苏缎只供宫里。只是衣裳虽美，却只能我独赏。
魏淑妃，王妃只说避着点雪宫那位，并未说避着王爷啊。您穿得如此美，不让王爷看，岂不可惜？王爷现在何处？此刻王爷应在办公。走，去给王爷敬茶。王爷，魏淑妃来了。她怎么来了？魏淑妃说天气燥热，给王爷准备了凉茶。王爷最新公事，也要注意身体。她有心了，让她进来吧。臣妾魏氏给王爷敬茶。小姐，小姐，云宫那位在王爷的书房敬茶呢。什么？王妃不是交代过，不准打扰王爷办公？凭什么她能去？不行，我也要去。侧妃，那两位都过去了。既如此，我们也过去吧，别错过这一出好戏。王妃，云宫和雪宫的两位庶妃都去了墨云斋给王爷敬茶了。什么？那两个贱蹄子去墨云斋了？本宫从前对他们的交代都是耳旁风吗？看本宫今日如何给他们立规矩！你今日这衣裳不错，显得整个人娇俏可人。王爷喜欢就好。王爷，苏淑妃在门外求见。今儿是怎么了？你们齐聚我墨云斋，让他进来。是。臣妾苏氏见过王爷。你今儿怎么也来了？臣妾见今日天气炎热，怕王爷热着，想着来给王爷扇扇子。他送凉茶，你扇扇子，倒也美哉！本王乐享其人之福。庭云妹妹，你怎么能穿苏缎呢？王府规矩，苏缎可是只有王妃、侧妃才能享用。我不知道有这个规矩。我看你就是想越俎代庖，还是你想说你不比朝阳殿、承福殿的那两位逊色呢？庭云不敢，不敢，不敢！你能穿着这衣服满园子的逛，还走到王爷面前吗？你分明就是故意的！魏淑妃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王爷，我不知这苏缎涉及等级，如若我知道，给我几个胆子，我也不敢穿出来啊。女为悦己者容，我只是见这衣服好看，才穿来见王爷。除此之外，我真的无他意。你个狐妹子，竟敢穿这么好看勾引王爷！我今日不给你点颜色看看，我就不叫苏雪儿。妹妹是富商之女，难道能说不认得苏缎？苏缎我自是认得，我只是不知道这苏缎还代表着等级。就算你是商贾之女，也得懂规矩，无规矩不成方圆。这府上这么多下人，都不能问上一问吗？你简直胆大妄为！这衣裳是王妃送过来的，所以我才穿的。放肆！本宫何时给你送过苏缎了？好啊，魏庭云，王妃都不知道苏缎的事儿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偷盗府中财物！我没有。怎么如此热闹？柔儿，你不在殿内好好养胎，怎么来这里了？还不是他们想爹爹了。好儿子，好女儿，你们乖乖的，不要为难你们的娘亲。本王等你们平安诞生。王爷，宝宝们乖着呢，一点没让我受罪，也不看看他们是谁的孩子。这怎么都围在这儿？侧妃，你还不知道吧？魏淑妃穿着苏缎满院溜达呢，我看啊，她就是想打您和王府的脸。侧妃，我真的不知道啊，衣服是王妃送我的，我……住口！魏淑妃，你可想清楚，王妃是当家主母，她怎会不知规矩送你苏缎？
今日我的丫鬟出门采买我爱吃的点心，看到了你父亲的马车，是不是你把家里送你的东西和王妃送你的东西搞混了？你再仔细想想，庄侧妃在救我，我差点得罪王妃犯了大错。王妃一定是怪我将苏段穿在了苏雪儿面前，引来这场风波，所以才不说实情。哎呀，你瞧我这脑子！今日父亲给我送皮喜，恰好王妃给我送月凤，许是我把两批东西搞混了，还不快跟王妃赔罪！王妃恕罪，都怪我今日搞混了东西，误将家里送的当成了王妃的赏赐，还请王妃原谅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魏淑妃家是商贾，又独这一个女儿，家里自是把什么好东西都贴补她。这苏段也不例外。这事儿看来是个误会，跟偷窃无关。家里富庶了不起啊？家里富庶就可以不守礼节吗？苏淑妃，我不似你是官家女，我一介民女，真的不知苏绣只能王妃侧妃穿的规矩。不知便要不耻下问，不知就可以先斩后奏吗？王爷，此事确实是魏淑妃做事不周，不过古语云不知者无罪，魏淑妃出身商贾，身份低微，大字也不识几个。魏父也一辈子无官无爵，想来对官家的规矩自己都不知，他又如何教导女儿呢？按照柔儿这么说，我得找魏岳父算账了。我看不如让魏岳父下次来府看女儿时，把他绍兴的黄酒多带上2坛，如何？还是柔儿懂姑。王爷，这事就这么算了。令荣，你掌管后院，后院女人的礼仪礼法，你有教导的职责。若要追究魏淑妃不知礼法的罪，最终可是要落在你教导不周的头上。王爷，姐姐事务繁杂，偶有纰漏也是情理之中的事。你要是怪她，我都看不下去。请王爷宽恕王妃，请王爷不要苛责王妃，一切都是我缺少礼数，我这就去学习女戒。侧妃，您这招真的厉害，我看他们3个的关系是回不到从前了。跟我斗，他们3个还差得远。侧妃，魏淑妃求见。果然来了。让他进来。魏淑妃，请进。拜见侧妃。起来吧。上次多谢侧妃解围，民女不知该如何感谢，特备了些薄礼献给侧妃。你这不算薄礼，算厚礼。想必你还有所求吧？侧妃，自从上次苏绣的事之后，王妃便处处为难我。王妃她一直安排苏淑妃侍寝，如今我根本见不到王爷。原来是为了这件事。父亲说，我是家族的骄傲，未来魏氏荣辱兴衰都靠我了。你父亲倒是个聪明人，也是，不聪明，生意如何做得那么大？让我帮你倒简单，你必须事事按照我的指挥做，不得自主行事，明白吗？庭云谨遵侧妃教诲。你现在就把你身上的绫罗绸缎脱了，穿上粗布衣衫，金银簪子也改成木簪，越素越好。可是侧妃，我本就没有苏淑妃艳丽，若是再穿得简朴，怕是更难出头。你是一点不懂男人的心思。你没听过大鱼大肉吃多了，偶尔也觉得清粥小菜是人间佳味吗？侧妃的意思是，
侧妃，皇后娘娘特意嘱咐老朽照顾好你，这是老朽分内之事。明白的，不过我有个小事需要你帮忙。但凭侧妃吩咐。老朽明白。柔儿，宋大夫说你每日要适当走走路，到了生产的时候才会好生一些。臣妾记住了。王爷，花园换花匠了吗？这花可真好看。后院之事都是令荣在管，姑还真不知道。王爷，那是魏淑妃吗？是她。王爷，你别说，魏淑妃种的花可真不错，确实很美。哎呀，王爷，臣妾有些乏了，想回去睡会儿。还不过来扶你家主子？臣妾告退。你别说，魏庭云这套粗布衣衫对李玄月的冲击力，不亚于老婆高中女生打扮对老公的冲击力。今日气色不错啊。昨夜，王爷在我云宫留宿，同我圆房。你记着，今后你的衣服和配饰一定要简单干净。苏雪儿艳丽，就让她艳丽去；你长得寡淡，就走纯欲房。侧妃，什么是纯欲房？糟糕，怎么把现代词语说出来了？就是柔弱风，让人禁不住想保护你、呵护你的那种。你切记，在王爷那儿一定要柔声细语，他说什么就是什么，让他一回到你云宫，便可完全的放松下来。谢侧妃教诲。王妃，你不怕他得宠吗？怕，但崔令荣比我更怕。他们鹬蚌相争，咱们渔翁得利。王妃，魏淑妃有喜了。废物，简直废物！看看魏淑妃，看看你，王妃，王爷被魏贱人迷得团团转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从前本宫给过你机会，谁让你肚子不争气？现如今，王爷根本懒得见你一眼。王妃，雪儿知错，王妃您不能放弃雪儿啊！现如今，你先跟魏淑搞好关系吧。王爷看到你照顾魏淑妃，说不定还能念你的好。再说王爷常在云宫，你在那儿还能多见到王爷。是。秋月，将咱屋里补气血的阿胶糕准备一份，让他带给魏淑妃。是。叩谢王妃。苏淑妃怎么来了？庭云妹妹，从前是我不对，我向你道歉。你如今母凭子贵，未来发达了，多提携提携姐姐呀。妹妹慢用。你不是说我粗鄙，不懂规矩吗？从前是我不懂事，是我不会说话。苏氏，要打回你雪宫打，在我这云宫打，算几个意思？妹妹，今日我只是来给妹妹贺喜，我这就走，不扰妹妹烦心。妹妹，这是宫里御膳房做的阿胶糕，是王妃赏我的，我一直没舍得吃。如今妹妹比我更需要补气血，特来献给妹妹。哎呀，王妃赏你的，我岂能夺你之好？我之前偷听王妃和秋月密谈，王妃这辈子是怀不了孩子了。未来的王妃不是妹妹你，就是侧妃庄氏。妹妹比庄氏年轻，我更看好妹妹登上王妃之位。此话当真？王妃当真这辈子怀不上孩子了？我听得真真的，如此大事，我岂敢说谎？我都把这么重要的秘密给妹妹你分享了，
妹妹还不相信姐姐的心意吗？多谢姐姐告诉我如此消息。我与姐姐同时进府，对姐姐的情分自是比那高高在上的两位多。若姐姐能护我安稳诞下孩子，我坐上王妃之后，定让姐姐坐上侧妃之位。但凭妹妹差遣，阿胶糕拿过来吧。不要吃！来人，将谋害皇家子嗣的杀人犯给本宫抓起来！谋害皇家子嗣，难道这阿胶糕有问题？在苏淑妃房子里搜出了麝香，东朝扔掉的阿胶糕章发里也有麝香。你竟敢谋害我的孩子！庶妃苏氏谋害皇家子嗣，从今日起永居冷宫。多谢王妃救我孩子性命。你是我亲自选的，我又怎能让你隐忍？侧妃，王妃不是跟苏淑妃交好，怎么会帮魏淑妃呢？因为她等不及了。什么意思？王太医告老还乡前，我问过崔氏情况，王太医说崔氏当年怀过孩子，只不过是个女儿，她想要儿子，便使月留了那个女儿，可药劲过大，伤了身子，她这辈子难再怀上孩子。自作孽不可活！如今我的一双儿女马上出生，她身为王妃却没有子嗣，到时候王妃位置难皱纹。她现在与其体恤魏氏，不如说体恤魏氏肚子里的孩子。你是说她要去母留子？魏淑妃以为攀上了这王府最粗的树，殊不知崔氏要的只是她肚子里的孩子。崔令荣一直没有子嗣，还能稳坐正宫之位，就可见他的本事。在这府里，我的对手从来就只有他，其他人都无足挂齿。一切如我所料，魏淑妃生子后很快得了疯病，孩子被安排认崔令荣做母。崔令荣膝下有子，便再也不提为李玄秀择选新人之事。湘云，今夕是何年？娘娘，您怎么过糊涂了？如今是开乐32年。开乐32年到了，终于等到李玄玉父亲驾崩那年。书中此时，原主和崔令荣都已死，成为太子的李玄玉另娶高门贵女，最后登基。这一次，崔令荣谋害我的子嗣没有成功，也因此没有被流放。那么李玄玉登基前，就是我坐上皇太后最后的机会。宝宝，妈咪一定会站在子清之地，让你们子凭母贵。下月初就是父皇的60大寿，皇家子孙都要出席。你们可为孩子准备好贺礼？回禀王爷，臣妾替灵儿亲手缝制了一件华服，敬献父皇。这上面绣的是八卦图？正是，父皇仙人之姿，醉心修道，看到此物定会欣喜。你倒是会讨父皇喜好。柔儿替昭昭、晨晨准备了什么？这是玉兰。回禀王爷，这是一株百年玉兰，历经100年风霜雨雪，如今仍生机勃勃，像我们大红一样屹立不倒，也像父皇的身体一样康健有力。姑还是第一次见百年玉兰。父亲素来喜欢收拾些花花草草，他看到这株百年玉兰，定会欣喜。此次寿宴，梁王府也出席，你们代表的是我的脸面，切不可出纰漏。是。侧妃，
如何？探子已经打探清楚，梁王给圣上准备的是张天坤的五行经。什么？五行经真的让他们找到了？这下麻烦了。这东西很贵重吗？此物乃无价之宝。传闻张天坤闭关数十载，将阴阳五行的金木水火土钻研透彻，著此五行经。练此经者可长生不老。什么？长生不老？真假光且不论，单凭圣上是张天坤铁粉，这东西就价值连城。侧妃，什么是铁粉？就是非常欣赏张天坤的意思。做皇帝的都想千秋万代，大多数到了人生末年就开始修道，当今圣上也不例外。他痴迷张天坤的学说，试图参透天地之五行。梁王此物可是送到圣上心坎上了。那我们是不是比不过梁王？我们该怎么办啊，侧妃？别吱声，让我想想，我可是看过很多宫斗文的。有了。柔儿今日怎么来了？王爷，父亲送信说梁王那边准备的贺晨礼是张天坤的五行经。什么？完了完了，这下彻底输给梁王了！你们准备的贺晨礼不及梁王的1%，五行经可是无价之宝。王爷，若臣妾能使梁王这次一败涂地，风头尽毁，你当如何嘉奖我？你若能让姑的风头盖过梁王，天下珍宝金银，只要姑能找到的，任你挑。王爷，这些臣妾都不要。那你想要什么？王爷应该也知道，陛下已萌生退意，此次面上是过受，实则是陛下在考验的梁王，所以是否能把礼物送到陛下心坎上，就变得极其重要。很可能陛下到时候一开心，就定了你和梁王其中一人继承大统。此话不假，父皇从前不大半生辰，此次颇有些让位的意思。所以我有办法让王爷胜过梁王，但是我也有自己想要之物。只要你能帮姑胜过梁王，你要什么姑都给。若是我要王妃之位呢？柔儿，你从来都不争不抢，在这晋王府，如一枚淡淡的菊花，悠然飘香。如今，你是怎么了？王爷，若是我仍孑然一身，我自是无欲无求。但是如今我已有了昭昭和晨晨，我得为他们做打算。柔儿，可令荣是姑的发妻，臣妾知道，所以哪怕臣妾为王爷诞下昭高和晨晨，也从未奢求过王妃之物。只是若我不是王妃，晨晨哪怕生辰比灵儿大，他也永远只能是庶子，做不了嫡子。古话说，父母之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。我只是想让王爷的长子晨晨有个好的前景。确实，晨晨是姑的长子。你若真能在寿宴上使姑胜过梁王，姑便答应你的请求。谢王爷。王爷，今日儿孙满堂，朕甚是喜悦。天佑我大洪，都是陛下福泽深厚，惠及天下。朕老了，已过花甲之年，如今朕想做的就是收拾花花草草，读读经，修修道，不再被世俗凡尘所束缚。陛下做什么，臣妾就跟随陛下做什么。
陛下哪怕去耕地，臣妾也换上布衣陪陛下耕地。献礼吧。杀！献礼！陛下，要不从梁王先开始献礼？可以。梁王献礼。梁王府献礼，恭贺父皇60大寿，特献上张天坤、张真人的五行经。什么？你找到了张真人的五行经？让姑看看，是不是张真人的手迹？父皇，我替您照照，大典登岸。如此甚好。王爷，别忘了答应我的，好戏可马上要登场了。人属木也，肝也；一属金也，肺也；离属火也，心也；志属水也，肾也；信属土也，脾也。是张真人的真迹。父皇都说梁王送的五行经是真的了，你如何翻盘？别着急，王爷，再稍等下。等在近些，朕要细细看走穴之法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传太医，快传太医！快传太医，快！说，梁王，你可知罪？皇后娘娘，本王不知犯了何罪。你自己看，官司书成，违天命，3日之内。怎么会这样？我根本就不知情。竟敢在陛下的生辰送此贺礼，你是何居心？叶坤，是要朕死吗？明知朕信奉张真人，竟会仔细研读此书，能送此物来，你想干什么？父皇，儿臣真的不知啊！就当做顺臣之后退位，连这些时日都等不了了吗？你就这么盼朕死吗？你是如何做到的？你不过是雕虫小技，用明风水提前将忤逆之语写在书上，火烤后即可现行。方才我说大殿案，就是为了让他们拿火烛看书。这滚烫的竹蜡滴在纸上，自便显形呗。学好数理化，走过天下都不怕。梁王这次是彻底栽了，将梁王及亲眷关至慎刑司，没我的允许，不许放出来。朕还没死，没死！父皇，父皇，儿子冤枉啊！宋太医正在为陛下问诊，诸位王公稍等。希望父皇无恙。父皇福泽深厚，一定不会有问题。王爷，我赢了，我要的承诺。本王自当履行。昭昭晨晨，妈咪做到了。妈咪马上是王妃，未来就是皇后，你们可以子凭母贵了。不好，
抱歉，姑姑，我一时内急，冲撞了您。庄侧妃哪里话，从来都是奴婢向主子赔不是，哪有主子向奴婢赔不是的？是我冲撞了你，我道歉应该的。从前就听皇后娘娘说，庄侧妃是个极好的人，今儿奴婢也是感受到了。锦荣姑姑，您可有见崔王妃？王爷不见崔王妃，怕她迷了路，特命我来寻呢。我看崔王妃往锦绣殿去了，估计出宫去了。锦绣殿？锦绣殿就是正殿东边的偏殿，你们的家眷和今日所带贺礼都在那儿候着，等候主殿调遣。谢锦荣姑姑指点，我这就去寻王妃。侧妃慢走。方才只顾着跟李玄玉说话，一时竟忽视了崔令荣。我的百年玉兰千万不要有恙。哟，妹妹不是跟王爷聊得正欢吗？怎么来这后院了？姐姐不好好在大厅坐着，来后院做什么？哼！方才席上茶水喝多了，来出个宫。可茅房分明在锦绣宫旁，你进来做什么？庄柔，本宫一日不退，你就是侧妃，你怎么跟本宫说话的？本宫去哪儿干什么，还用给你汇报吗？妹妹不是担心这里灰尘大，脏了姐姐衣裳啊？哼，少在这惺惺作态，本宫不需要你关心。湘云呢？回禀侧妃，奴婢不知啊。糟了，去，给我找到湘云，找不到，我扒了你们的皮！花儿没事，上面土是干的，下面土是湿的。这花被人浇东西了，无色无味，究竟是什么？若是湘云浇的，她没必要附上一层干土遮掩浇花事实。既然遮掩，那浇的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是什么呢？禀告侧妃，湘云姑娘找到了，快把她带过来。你说，你去茅房，然后醒来就是我找到你的时候。是，你几时去的茅房？酉时。此刻已是戌时，足足1个时辰，方便崔令荣做很多事了。侧妃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不该去茅房的。今日可曾喝过什么？怕去茅房，我连水都没有喝，只吃过一个饼子。怕是饼子被人做了手脚，还是防不胜防。庄侧妃，您在这儿啊？宴席开始了，就差您了。陛下，吉人天相，已经无碍了。贺晨继续。晋王府，你们准备了什么贺礼？臣妾亲自为父皇缝制了一件道袍，敬献父皇。这上面的八卦符是你亲手绣制？回禀父皇，是臣妾。父皇，令荣这件道袍绣了整整半年，一针一线都是他亲手所绣。有心了，此物虽不华贵，但着实用心，朕喜欢，赏。臣妾叩谢父皇。庄侧妃，你准备了什么贺礼？臣妾庄氏为父皇敬献百年玉兰。时间紧迫，只能换了盆和土，希望百年玉兰能撑下去。贱蹄子，这一次
你输定了。你说这是百年的玉兰？回禀父皇，是。这株玉兰种于承德年间，历经100年，仍生机勃勃。好，好，我看这株玉兰就如同我大红的国基一样，绵延强劲。贱蹄子，马上就是你哭的时候。哎呀，快看，神树显灵了！这是什么呢？庄侧妃，梁王咒姑，你咒姑的大红，我看你项上脑袋是不想要了。好啊，崔令荣，我以为你只是破坏我的树，没想到你是要我的命。玄清大师说的显灵了，玄清大师说的显灵了。南明寺的玄清大师，他说了什么？快说，他说了什么？他说，100年玉兰惊现，大红王矣之时，就是新帝现世之机。马上大红就要开启100年盛世了。100年盛世？谁是新帝？玄清大师有没有说谁是新帝？玄清大师说，父皇的儿孙绕树3圈，谁是新帝，众人一眼便可辨出。现在即刻选你的所有子嗣进殿。是。你也是朕的儿子，你先绕树3圈。陛下，树有变化吗？朕没看到。本宫也没看到。那天命新帝应该不是玄玉，孤认为是晋王府的嫡子。宣晋王府嫡子。什么？也没反应？庄侧妃，你怕是唬人吧？陛下，是玄清大师所言，不是臣妾所言啊。宣梁王即梁王府嫡子。皇帝这老登，涉及到自身利益，连惩罚都不算数了。我看都是那老僧一派胡言。来人，将那老僧给朕抓来！是，陛下消消气。还有个皇子的，虽然是庶子，但也是玄义的儿子，皇家的子孙。差点把晨晨忘了。宣晨晨，就这笨样子，还天命新帝呢，还不如我家的灵儿。庄侧妃，还不把他扶起来？是。慢慢的走3圈。好的，母妃。这怎么可能？
新帝登基，拜！在我穿书的第6年，我如愿坐上了皇太后之位，只是愿意对我的不满却越来越深。也是，我让我的晨晨做了他本该做的皇帝之位。太后，小心着凉。太上皇呢？在书房，崔贵妃也在那儿。今日是我的生辰，奴婢这就去唤太上皇。我去吧。玄玉，你的文道武虐还未实现，如今你屈居慈寿殿，甘心吗？可是晨晨是姑的儿子，姑下不去手。等你坐上皇位，你未来可以有无数个儿子。玄玉，还好，李玄玉还有些良心。蓉儿说的对，姑还这么年轻，不能就这么颓然。这大红江山应该是姑的。门口有人！你又在疑神疑鬼。庄柔从不来我这书房，哪有什么人？你说的是，须得好好谋划，要做的不露一点痕迹。毕竟晨晨是先皇钦点，如今先皇尚在，不能让他发现端倪。臣妾明白。我本打算留你2人性命，这是你们逼我的。厨房做了您最爱的冰镇樱桃酥，还热了2壶绍兴的黄酒。呈上来。有话便说。太上皇，今日是太后的生辰，您要不要？他生辰又如何？谁说他生辰姑就得在他身边？他只宝贝他那一双子女，何曾想过姑？他自己对姑不仁，别怪姑不义。太后今日一直在等你，让他等去吧。你也给姑滚！老奴告退。玄玉，别因为他气坏了自己身子，不值当的。太后，太上皇今夜不过来了，您不必再等他。我知道了，他的酒给他管够吧，他不是爱喝，就让他喝个够。是。母亲，看朕写的好不好？张太傅给朕指点的。陛下写的比昨日好，陛下一日比一日写得好。禀告陛下，太上皇和崔贵妃轰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2人昨日在书芳阁喝得大醉，最后又在御花园散步，不小心跌到湖里淹死了。玄玉，母亲，母亲，快传宋太医！母亲，你吓死晨晨了！晨晨已经没了父亲，再没你可怎么办啊？本宫会尽全力陪着陛下的。不过陛下，你记住，你是大红的皇帝，就是天塌下来也不能慌。儿子记住了。陛下和太后、太上皇后是如何安排？玄玉是本宫的丈夫，陛下的父亲，按最高规格下葬。是。崔贵妃呢？与玄玉合葬吧。母亲，
您如今才是父亲的正妻啊！我才不跟那个老登合葬。你父亲这辈子心心念念只有崔贵妃，满足他的夙愿吧。就按母亲说的办。是。崔令荣，我只不过以彼之道还之彼身，你可别怪我。崔令荣，我只不过以彼之道还之彼身，你可别怪我。太后，太上皇今夜不过来，您不必再等了。李玄一，你浪费了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，我不会让你害死我儿子的，谁都不能害死我的孩子。给太上皇送去吧，让他喝个够，再不动声色的让他和那个贱人失足落个水。事成之后，我让你做掌印太监。多谢太后厚爱，奴才定不辱使命。让死士跟着吕公公，他若反水，格杀勿论。是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朕以冲灵凡座，乾坤出掌。今有庄柔太后得冠后宫，贤淑姓程，着即垂帘听政，以辅朕宫。悉由太后监裁，代朕朱批。3品以上千劫，10万兵符调遣，宗室绝路更易，必盖奉印，方得施行。钦此。谨遵陛下圣旨。来到王府第一天，我便说此生无论运用何种手段，我都要改写原主惨死的命运，当上手握至高权力的皇太后。此刻我做到了。